现在从来没有听到说哪个00后出来是学这个手艺，哪怕现在的父母情愿自己家的孩子去读个技校，他出来工资低一点，他都不愿意做这个，不愿意自己家的孩子做这个，不是其他的问题，真的太伤身体了。最少都要干15个小时活，要加班的情况下的话，就16、17个小时，都是用时间拼出来的。一天上8个小时班，那做个鬼的事啊，那挣个鬼的钱了，那自己都养活不了。是不是？怎么养家？这是手也不停，脚也不停，眼睛还要一直盯着，没有哪一刻是放松的，一天到晚就是做事，生活很枯燥的，生活很枯燥。赶货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娱乐方式啊？只要想方设法帮老板把货搞出去。上次那个有观众在说你们这个车这个衣服怎么都不用倒针啊，干啥的？倒针呀？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这个现在已经是电脑控制的，这种缝纫机它是自动倒针。自动打倒针，一踩过去，后面打倒针起来了。然后抬压脚也不用这个拐，然后自己把后面那条抬压脚抬就行了。对。然后这里有调呀，这里有按调呀。这里调。对，这个是2个倒针，然后这是单倒，这是关闭了，然后这个是单倒。你往前踩，它就正常往前走。你最后要打倒针的时候，也是往下一踩。你自己断针的时候，你往后面一踩断针的时候，你做完了之后断针的时候，它就会给你打倒针。然后你现在你刚开始一踩下去，它就会给你打倒针，是吧？自动的。对。然后你不想让它打倒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关掉。关掉了之后，你一踩下去，它就没有倒针。懂了没有，兄弟们啊？这个科技发达了啊！这个外行不要指导内行。发达了也不要来做衣服啊！这外行指导内行，你都不打倒针的，都掉了。发达了也不要来做衣服。发达了不要来做衣服，听到没？兄弟们，知道一下这衣服怎么做的就行了啊，不用来学这个东西了。对。不建议学，太累了。看看就行了。以前我们都是那种老式的机器，都是2只脚踩的那种，现在就全部换成那种电脑的这种。步行电机。对，步行电机的都轻松多了。效率高很多。不用剪线也不用干。对。关键是人比较轻松一点。所以说。觉得这个东西以后。什么机器人啊，那种全自动的能实现吗？那就算能实现，也是要人工去操作呀。是不是啊？开创这个行业，你觉得以后还机器代替不了啊？代替不了，我觉得是代替不了的。就算能够代替的话，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工序可以代替，但是还是要人去操作。还是要人。对，还是要人。怎么把湖北人带到这边来的？来做这个衣服的，你们知道不？那不知道，反正都是跟着别人来的。之前学手艺的时候，就是老板带着我们来的。老板带你们来的？对啊。就是你们村的还是哪里的老板？对，就是我们附近的人呐。附近的人带我们出来学手艺啊，做这个啊，就跟着来的。湖北人很吃苦，很聪明的。你看现在搞档口老板的很多湖北的。但假如有人想学呢，这个，假如有什么办法能学到这个呢？可以，这个是现在就是这样，上手很快，就是刚开始上手很快的，只要说你大概学多久这个就能？这个1个星期就够了。1个星期就够了。你只要把车子踩得转就可以了。你只要知道车子的开关在哪里就可以了。刚开始走线走不直啊，怎么？不做简单的，因为现在比如说桥南新街的话，有招那个工序的，你做那个简单的工序啊，是不是啊？但不是非要做成件的，像康路那边做成件的，不需要手艺。现在是只要你要知道车子的开关在哪里就可以了。是啊，像我这样订这个活包带的话，你只要会做的话就行了，只要会踩车子就会做。是啊。很简单的，不是没有什么麻烦的工序，不要考手艺的。不像以前还要学手艺啊，还要拜师傅啊，现在不需要，快的半天就够了。像他们来做制衣的，来做这个的，好多都是以前都是像做那个装修啊、木匠啊、瓦工啊，搞那些东西的都是半路来学的这个手艺。你看，
都是30多、40大几，是不是？再来学这个手艺很快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学不会的，看你用不用心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事情把你逼到那一步了，你不学没办法。很多工厂呢，现在不愿意招人嘛，是吧？不是不愿意培养，是没有人愿意学这个了，没有人愿意学的做这个衣服了。但是表面上看这个好像这个收入还行啊，这几万块钱。嗯，表面看上行啊，但是也辛苦啊。但是也辛累的苦。你要挣到钱，你就要勤快。你要是挣不到钱，你那人就越玩越懒，越玩越懒，到时候吃饭都成问题。在广州市能够混到吃饭都成问题的这个地步，看你说。这不是很多招零工啊，随便去干点，好像看着真是也挺多的呀。但是有些人他不想做事啊，对不对？这人都是越玩越懒，越玩越懒。越玩就越懒啊。对。手艺差不多，速度可以，就可以挣到钱。人要勤快。你们觉得像这种模式做出来的衣服质量大概怎么样？这2年的话，质量还算可以的吧？还算可以。没有以前那种毛货，现在都还可以。还可以。越做越好，现在质量是越做越好了。对，现在质量是越做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像我们这种夫妻档的话，你做的自己看不过去，老板不会收货，到时候拿回来要你返工，你耽误的还是自己的时间。像我们以前帮别人做的时候，只要没有动的、没有烂的都可以，随便搞。现在自己做了，自己对自己做的事要负点责任吗？是不是？以前老板只要东西做出来了，不管它是什么东西，都可以。现在客户要求也高啊。对，现在客户要求也高。你衣服不做的质量不好，他不要，老板也卖不出去，我们也没事做啊，是不是？这都是。如果客户稳定的，就相对来说质量还可以啊。对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老板的货，我知道他是什么质量，我做到他达到他的要求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你再重新去外面找一个老板的话，你就不知道他是什么要求。也许他比你做的手上的东西做的质量没那么严，也许比你的手上做的要严，所以就质量有时候找个好老板真的是质量又是重新洗牌一遍。跟我们老板干多少年了？跟这个我们跟这个老板7年了吧？8年9年了吧？一开始就跟他了吗？不是一开始应该有8年了吧？6年、8年、9年了，9年了，有9年了，9年了，9年了，快10年了，一直都跟他干。就是前3年他没有拿档口的时候，前3年不是那个口罩的原因吗？就没有拿档口，都是帮他在干。我是他忠实的跟随者、追随者。所以价钱方面呢，质量方面呢，都还可以，差不多。像你们现在合作的比较久的这些老板，他们发衣服给你的单价的话是怎么定的？单价，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在外面找货的话，都是老板出单价。然后呢，你觉得不划算啊，可以和老板再商量。可以再商量。但是你现在都是第一时间给老板做的话，这个怎么定价格？这个就我们这个老板还好，就是我们自己定价。你们自己定价？那不太离谱就行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按照可以啊，你们自己定价。但是也不是太离谱啊，就是说按照自己的做的时间，一个衣服的工序，然后这样打个单价就差不多就可以了，没有那么多。老板你打高了，老板也会说高了，到时候也会和你谈啦，是不是啊？你打个正常的价，老板能接受，你也能接受，互相就是说互相能够你有的赚，他有的赚就可以了。自己定价，你的自由权还挺大的。自由权。但是我们也没有。也要经过老板同意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只是有出个价啊，老板参考，老板同意的话那就同意，老板不同意的话就再商量，是不是？也不是做之前就开始定价了，还是做完之后，比如说熟老板的话，都是做完之后再定价。做完之后啊？对，做完之后再定价。因为这样就比较综合一点，你不能刚开始有时候定价定高了，老板他
可能没钱赚啦，或者说他有意见，是不是啊？他下次就不会给你做了。你要是定低了，你自己又不划算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定低了，你今天要去招个工，然后那个衣服你之前本来就定低了，就招个工的话，工价因为人工涨了，你自己又没钱挣了，是不是啊？没办法，就是综合的，就是先做过之后，按照行情做一遍之后，就再把价钱打出来。老板觉得合理，那就是同意；老板觉得不合理，那就再商量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们去外面招临时工的话，就是价格也是你自己先定好。对，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做过一遍了，我知道那个东西一天大概能做多少钱，是不是啊？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就是按照我自己能按照那个价做得起，我就去按照那个价去招工，是不是啊？我自己都不做的那个价，我怎么去招工呢？就你大概给这个临时工大概一天预算，他们大概能挣多少钱？400多500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有货的情况下，就说有量有货的情况下，就可以保证它有这么多。但是量不大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呀，是不是？我价钱是出到位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价钱是出的可以了，然后呢，我没有那么多货。比如说这个衣服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很简单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啊？1毛钱的话，但是我只有200件呢，是不是啊？但还不是只能做200块钱呢，是不是啊？别人来都不来呀。对。有量的话，对，有量。我看那边很多临时工，他们看单小了，他们都不去呀。对，有时候我量小了，我价钱出的可以，我量小了，但是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啊？量不是由我来决定的，是老板来决定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般量少的话都是价钱多个那2毛啊，多了几毛啊。对，我们价钱高一点。对，我们一般招工的话，就是说别人说加一点，我们就加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反正我们也不是经常招工的人，然后加一点就加一点，我们也不是靠零工吃饭的。1毛2毛，有时候1毛2毛的，我们都可以加。太加多了，我们就自己都搞不了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啊？经常招零工的，大家就知道行情。像我们有时候打的不知道行情的话，零工说加一点就可以加。有时候零工价打出来，零工可以，我们到结尾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一算，还没零工挣得多。没有零工挣得多。真的是这样。你觉得你们这种模式，如果从网上去接一些，就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一些卖服装的老板，可以吗？网上去接网上去接，我感觉好难的。没有这个快捷，没有这个方便呐。第一次合作是很困难的。因为网上，因为现在互联网方便嘛，很多人也在问说，之前我去那个招工市场那里，他们都说，哎，这边怎么这么多人找工作，为什么不在网上找工作呢？对。所以我之前也看到那里有那种什么招工是一小程序吧，好像。对，没什么人用哈。对，没有什么用，关键是还有一点就是说，现在的人警惕性都比较高，对网上的一些东西，有的就比如说像那40、50岁的那些人，他没接触过，他不信任你，是不是啊？像我们接触了，就说我们就算接触到网上去接触的话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第一次我也不相信你，是不是？还是信任的问题，不能是像在这个线下一样，能够充分的信任，是不是啊？能够面对面交流，面对面交谈，有什么话是不是啊？当面说清楚。还会不会有什么？哎，他要求的质量啊，什么布料啊，这种款式啊。你没有看清楚样衣的话，他没有给那个衣服给你看的话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啊。你看图片的话，你也不知道那个衣服是怎么做的，是不是？网上招工啊，搞那个东西，还是不能充分的信任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行业这么多年，基本上还是在就是自己这种最传统的。最传统的还是线下对接，都信任多一点。关键是就像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都是我们那一片的江汉平原的那一些老乡，是不是啊？都还好。你比如说到线上的话，你不知道老板是哪里的人，你就算知道老板是哪里的人，说的不好听跑账啊，去哪里找他的人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辛辛苦苦给他干活干了，然后找不到人，那怎么搞？你看前段时间，就像我一个朋友，他辛辛苦苦给别人干了2万多块钱了，还不让跑了，
那怎么搞？他自己招零工啊，自己招零工啊，贴钱呐、贴线呐、贴工资进去啊，最后老板跑了，差不多3万多块钱，找不到人了。找不到人了。找不到人了。你说怎么搞？那还是线下的，所以说线下的都不能够充分的信任，你说还能够到线上去搞充分的信任，搞这些东西吗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慢慢磨出来的，慢慢磨出来，慢慢交流出来的。第一次合作是真的很困难。第一次合作真的很困难，没有合作过的，我又怕他，对，我又怕了。我们货出了之后，他又说这里有问题啊，那里有问题啊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等别人把货收了之后再给你结账。啊，他不是像这熟老板的话，像我们固定老板的话，就是每个月月底他都会给你算账。像你们做的这些衣服，他们一般是就是到时候走线下实体店吗？还是走网单的？网单也有，实体店也有，客户都是多元化的，各种各样的。像有的还出口到新加坡啊、马来西亚。那你们这个做好这个货是怎么做给老板呢？我们直接给烫房。烫房。对，尾部做尾部的，啊，交给做尾部的。做完尾部做就直接发到档口上去。发到档口，就附近是有专门的物流，是不是？对，专门的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那个拉货的那种面包车。面包车。对，都是面包车。